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合适，对吧？我要服侍神啊，我要走这个呼召的道路，对不对？我在你身上好像你就刚刚开始牧主，刚刚开始牧道的这种，我就觉得不合适，别的都不用想了。我觉得很多的姐妹都在等待那个，就是那种欣赏也好，尊荣也好，那样子的感觉。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人他要比我更好、更优秀，我才能有那样的感觉，对，我们才能够有那样子的。但是神预备的人，我发现真的是赶不走的。这个有同感，神预备的人是赶不走的，所以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那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最近我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结婚了，就是我终于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耶！结婚戒指为证，我有见证的。那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他名字叫 Esther。那我一直想要来采访他，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可以鼓励到很多的人，所以很开心今天终于约到了 Esther。终于，而且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对，是我跟我先生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就正好是今天10月17号。哇，我们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所以是我也只是看我的行程表说，今天下午有空，我们就今天下午见面吧。结果发现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真的是神的安排哈。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特别的日子，让 Esther 来回顾一下你的这个婚姻见证，你是怎么样进入到婚姻的？我觉得也真的是有神的安排。那相信他的故事也是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所以 Esther， 你该怎么讲起呢？我听说你跟你老公是就是青梅竹马，不是，就是说其实是认识很多很多年的好朋友。对，这种是最幸福的。是也不是，我们其实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都在上海在一个中学里面，高中我们是同班同学，然后也是确实是不错的朋友，然后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好像我跟他认识很久这件事情并没有真的让我们两个之间，至少我这边我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在教会里面青年人，然后我们很火热很爱主，所以外面这些不信主的男生，我当时都是好像有一层天然的屏蔽，我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跟他们有什么，就不会往那方面考虑。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神其实在我生命里面有个特别的保护，他其实一直把我就是对爱情渴慕的部分给封存得很好，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很想谈恋爱到后面其实已经23、24岁，我都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想法。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我留学，对吧，我做各样的事情，一直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所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从来对他都是朋友，而且很牢的把他锁在朋友的这个空间里面。对，对，是你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还是因为你真的就是没有这种？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好了。这当然我很难想象，因为我记得我10几岁的时候，就17岁或者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讲，这个还蛮困扰的。我觉得很容易就会有一些这种，当然这说明是很健康的青春期。没错，这问题真的很好。当然是我现在回答，就很多年神让我倒回去看，他给了我很多答案。当年我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当年我只是觉得我就是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然后加上也会觉得不要早恋啊，不要影响，对吧？然后教会里也教导不要找不信主的，就很多事情在一起，所以当年是这样觉得。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除了教会里有很好的教导说你不要那么早，对吧，误入歧途啊，或者错的人啊，然后我们要信跟不信不可同负一，我觉得这些教导都是很好的，就是理智上的道理啦。但是
我现在回头看，我发现在我生命中除了那个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原因，我跟我父母是一起在我14岁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在那之前他们有很多婚姻中的破碎啊，很多人性的不完全啊。我其实对婚姻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惧怕的，也是有一点好像小年纪就有点对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正面的感受和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在信主之前的青少年时期反倒有点老气横秋的。我喜欢看文学，但我喜欢看的都是现实文学啊，什么悲惨世界什么越看越不想结婚，什么活着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这种就是看完之后你就只会觉得人性跟社会好像也蛮黑暗的，但这些书也把我指向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基督徒呀，所以看这些有指向神，所以我觉得很巧妙的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我对婚姻是惧怕，只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当年是惧怕的。神好像把我这一部分完全给冰冻了，就是他可能知道不是时候去唤醒他，不是时候让我对爱情有渴望，也不是时候真的去医治。我意识到是我真的在进入婚姻后，我才发现神开始医治那些部分，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有那些部分。我很感谢他的保守，所以他也没有让我，其实按照我的原生家庭，可能我会是或者我自己的个性来很浪漫，我当然也很容易喜欢一些人，可是我就感觉我信主的时候正好14岁，好像他让我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我就直接进入教会，然后被他保护起来了。你说是因为道理也好，听话也好，还是就自己没有感兴趣也好，我就被他很好的保守。然后我那个原生家庭或者我个性里面容易说浪漫啊，去被某一类人吸引，也有，但只是欣赏，好像因为那一部分被冰冻了，你好像就欣赏也就不是很深的沉迷，就懵懵懂懂的，就好像也没什么，其实连喜欢都算不上。对，就好像一直还是在跟神成长啊，然后学业啊，然后就交朋友啊那方面，然后在感情上我不想说什么圣洁，我觉得就是被他保守，处于一个很单纯的状态，就是一个很懵懂像孩子一样单纯的状态，倒也不是怎么说我刻意分别为圣，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是真的。对，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是你那个时候认识神，认识耶稣，然后你就被他的爱也吸引。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早恋或者就是10几岁的时候谈恋爱，都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个空洞，就情感上面有一个不满足，可能家里对父母或者是童年受过一些伤害，就是心里面有一些空洞，有一些不满足，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在异性身上去寻找。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是的。但是你那个时候真的神就保守你，让你的心被神的爱来满足，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就是去找男朋友，对不对？不想，对，不想，甚至我后来看还有一点点觉得就是因为我也是独生子女嘛，然后就是跟神在这个沟通里面，你甚至有时候觉得为什么需要男朋友甚至那个时候觉得干嘛要就独生恩赐，对，干嘛要谈男朋友，对不对？而且神在爱神的过程中，像你说的真的很忙，他不是说我学业忙或者教会服事忙，我觉得很充实，就是我是那种可以自己，然后我去跟神面对，神带我走了很多，去认识我自己，我修复我自己生命，我真的觉得哇，好多功课要做啊。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小心有走一点极端，好像觉得我生命要修复到某种程度，我才说我可以进入婚姻了。因为那个时候接受很多婚姻的教导，觉得婚姻两个人要彼此比较成熟，对，不是那种我找一个白马王子怎么照顾我，这些都是对的。对，但当时我跟神走在这个服事里面，然后你经历很多神的医治也好，开启也好，去更多认识自己，认识生命，我开始觉得哇，好像我生命还不够成熟到进入婚姻，我自己一个人还这么乱七八糟崩溃的，我跟另一个人在一起怎么办，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很容易有这种想法，然后来神都让我看到我想太多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想法不是罕见的，我觉得很多姐妹都会这样想，甚至教会的牧者都会这样说，都会说婚姻就是两个成熟的人
走在一起。对，如果不成熟的话，有很多的辛苦啊，还倒不如一个人好，怎么样？对，所以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在追求神的这个初期阶段，他们都会觉得啊，我就是可能不想这个结婚的事情。对，很多人，那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追求神也是，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就是过了一定的年纪嘛，就开始有一点着急了，就觉得说，那到底要多成熟才是成熟呢？对呀，因为就是生理年龄也到了那个程度了嘛，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能就是再等啦，过了40或怎么样，可能就真的如果想要生小孩的话，可能真的就会有一些困难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可能真的是需要主动一点去想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很不一样。好，今天我不是主角，今天 Esther 讲她的见证。是我其实我知道，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牧者讲的那些是绝对100%的真理。对，就是2个人要成熟在一起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要比较不要指望婚姻是你的救赎。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不要指望婚姻是你的救赎，因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然后但是在我的故事里面，就好像因为他已经在我们2个15岁认识，然后结果到23岁我研究所毕业的那一年，他就跟我表白了。我们一直是比较好的朋友，有一圈朋友，然后他也知道我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在大学的时候在加州留学，然后他就信主了，在那个时候，然后就跟我表白。可是在我这边，就是因为我过去的很多观念，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对吧，生命有没有成熟到一个程度，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不太开窍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真的把你当一个男人，有那种感觉。所以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我没有惊喜，我都是惊吓，对不对？那所以我是看到在我们的故事里，因为那些我有点走极端了。我觉得在神里面，一切的真理是不偏不倚的，你确实很难说就是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特别是这种婚姻，神对每一个人这种带领，他真的没有绝对。对，他有一些圣经的原则，但真的没有绝对。那像在雅各书中，他什么时候要来唤醒爱情，每个人的阶段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很早就预备婚姻，他们有多成熟吗？未必。有的人确实是很晚进入婚姻。我觉得真的有神的季节，只是说当那个对的人，神所预备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的合神心意的把他辨认出来？就是我们能不能真的认出这个人，然后认出神的季节，就是像以赛加这个12个 12 tribes， 他们是其中一个，他们的恩膏就是晓得神的时候，晓得神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对，然后在我这边，我就感觉这些所有的教导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让我们走极端了，进了死胡同，我们教条了，然后我们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认不出来他。对，因为我自己的故事上，他跟我说，我祷告了一下啦，就是觉得就是基本礼貌，然后我觉得出于敬畏神，我又祷告一下。但是当时其实真的很多思维观念没有被调整，然后我的心也没有被调整，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合适，对吧？我要服侍神啊，我要走这个呼召的道路，对不对？我在你身上好像你就刚刚开始牧主，刚刚开始牧道的这种，我就觉得不合适，别的都不用想了，所以我就对，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就是觉得呼召或者是这个灵命的成熟度不同，然后就拒绝。对，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全时间来服侍主了。那个时候我14岁就领受呼召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全时间的跟随神。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我跟神的领受，我觉得全职服侍不是一定要全职在教会才是服侍。对，我领受的全职服侍是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从14岁开始，我的本科的专业，我的研究所的专业在哪个国家
都是跟着他的，所以我知道我的人生，无论我在职场也好，还是我真的进到教会全职，都是跟着他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另一半，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这个准备，会很辛苦。那个时候在外人看，我们两个都是留学生，但是我们背后的故事和驱动力是很不一样的。那时候他在南加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然后也都是高中同学，好像外人看会觉得很配，但我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或者我们的原则可能很不一样。他会正常说我要找什么工作，我要怎么样，那我就是神让我干嘛，我可能就真的干嘛了。后来真的我研究所毕业，神让我空了1年，我去了以色列，然后我后来很生气的各种带领，1年后我来到了这个国际祷告殿大学，然后我又读了这样一个像是神学院的本科，对不对？我研究所已经毕业了，然后来读这个本科，然后到现在服侍在这边8年，所以确实如我当时所预想的那样，我的人生不掌控在我的手里，不管我在职场还是全职，对，但是我低估了神可以在他身上做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有一点排斥，是觉得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是跟你一样，就是也是那种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能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晓得我们的人生是要听一个更高的声音，不是世界上的读书找工作啊这样子，虽然也没有不好，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他不是在过一个以神为中心那样有呼召有意向的生活。对呀，因为我自己也会，之前也是一直幻想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couple 他们是一起服侍神的，对，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特别是丈夫他就是听神的声音啊，然后就做一些决定啊，然后妻子就是跟着他一起啊，就去我觉得我也有一个理想的一个 model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人他能听神的声音。那我记得我以前也认识一些能听神声音的弟兄，哇，我就觉得很欣赏他们，就觉得哇，要是跟他们在一起多好啊这样。但是人家就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你知道吗？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也不局限于他一定要听神声音，就是希望他的属灵成熟度是跟我们至少差不多的，或者他对耶稣有同样的热情，对，热情也好，或者属灵的生命的成熟渴慕，对不对？或者他的相关的跟神有关的知识，对不对？就是女生还是会对比较常见的，当然从小的教会里看到那种楷模，还是说弟兄做头，他真的是说在属灵上各方面都可以做家里的牧者嘛，都可以真的是那种领导力，反正怎么说就是那种相辅相成嘛，差不多。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他很多优点，他很好，是一个就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人品啊，学习能力，对不对？从我同学中看，他们当时都觉得太合适了，你们两个太合适了。但是我自己晓得我们人生如果我们的目标，我们所信靠的那个原则不一样，我觉得不行，对不对？我觉得不行。然后第二个我坚决拒绝他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好的，就是我在跟神修复关系的那一些年中，加上我自己神也带我经历了很多，我读的专业后来有一点心理辅导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去跟神很多修复关系，圣灵的充满洗净，我发现神喜欢我们人的感情是鲜活的，他造我们人的时候，所以他对于雅各，他对于爱情甚至对于性，他的感觉都是很正面的，只要他是在婚姻里面圣洁的，他都是很正面，这都没有羞耻，所以他从来没有要我们成为就是好像禁欲，除非你有特别的呼召，对啊，特别的呼召那真的很祝福你，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你追求神跟你禁欲这些事情有什么对，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所以他喜欢我们感情是鲜活的。所以我当时跟神就有一个祷告，我说你预备给我那个人，要是我能够发自内心也爱上他的，我甚至跟神说，哪怕你告诉我他是我给你预备的人，但是我对他没有感觉，那我不能这样嫁给他。对，因为小时候我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婚礼，结果我不晓得是我年龄太小了还是怎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对新婚夫妻做见证的时候是没有感情的，新娘是一种训道的口吻他说这个男人是神让他嫁的，可是很明显他对这个男人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爱，
但是他愿意顺服神，就是好像像殉道一种想，我很尊重他对神的顺服，但是我真的觉得神，可能那个新娘后来会发现，其实他是爱他的吧，但是我觉得那是对神对婚姻设立的一个不全备的认识，对对对，我们是绝对是很爱这个人的，顺服神跟真的爱是不矛盾的，所以我当时发现我对他没有这个爱呀，没有，对不对？就是 chemistry， 对，所以我也不能装，对吧？我不能伪装。然后这几个原因反正在一起，当时我自己也在求问神我的下一步，对不对？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我就把他拒绝了。这是在我23岁的时候，2015年，2015年，对。但是神预备的人，我发现真的是赶不走的。这个有同感，神预备的人是赶不走的，所以我就鼓励一些姊妹，如果现在你不确定就是这个人怎么样，那你就勇敢的对去做，就是只要是你跟神鉴察好的，而且也是不伤害这个人的，就是好好的去说，我们当然不会做任何伤害和那种骄傲的拒绝，对。然后神预备的人，这个还是我觉得经得起这个考验的，对。结果他就一直在，我们那时候分隔两岸，东西海岸，他一直在，而且他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这个真的是神放在他里面的。他一直让我知道他在关心我，但是他又不会让我不舒服，不会让你觉得他在入侵你的生活，他在监控你或者给你很大的压力。对，他一直以这种包括联系的频率啊、讨论的话题，其实他可能很大的克制他自己这样子，所以他一直这样1年，到了第2年的这个快夏天的时候，他又问我，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我还是喜欢你。可是这一次这个时候呢，我已经结束了这个研究所毕业之后的间隔年，我去完了以色列，我已经明确我要下一步要来国际祷告殿，对吧？我要搬来这里，从纽约搬来这里。然后他这次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我觉得是对神的敬畏，就有一个东西提醒我说，你去祷告，你不要现在回答他。我就说好，我说好，我再去祷告一下，我再去祷告一下。可这个时候我已经签了国际大学入学的一个分别为圣半年的一个委身书。OK， 对，这个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对，我们这里这个国际祷告殿大学，它是一个有4年的一个神学院，然后它对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刚入学的时候半年或者1年，根据你的项目长短不一样，他希望你是分别为圣，全部归给神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谈恋爱或者没有结婚，就不要在这半年内去开始新的感情。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已经在恋爱了，那就另当别论。所以希望你这半年是可以把你的感情、你的精力、所有时间都给到神里面。对，是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叫 commitment 委身。所以我就有签，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签了，然后好可怜，我就跟他说，可是我都签了，所以这半年我应该都不会为我们2个这件事祷告呢。我要到1月份，就是转年的1月份，我才会为祷告。他说没问题啊，他听到说我愿意为这件事情再祷告，他就已经很开心了。对，就是我真的一次在身上看到耶稣的爱，那个忍耐，那个包容，那个毅力，耐心。对，爱是真的是很久忍耐，所以他就很开心。那我就又回来读书，我就来到，这时我就来到了国际祷告殿。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从人眼看，我跟他反而更不配了，因为原来在各大都是在留学生的时候，我尚且觉得我们之间很不一样。那来这边其实等于我走上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道路。虽然我当时也只计划待1年，但是其实这个转折点就发生了。他呢，那个时候他的研究所比我时间久一点，对，他是读建筑的，所以他就在加州继续读书。那我这半年也真的没有祷告，他还是以一种关心我但又不会越界、非常尊重我的方式。然后到了冬天，就是1月份的时候，那年我有回上海。我从留学以来就没有冬天回过上海，因为冬天假期都很短。那年呢，就这边比较长的假期，我就特别回去了一次。结果就在我自己上海的房间里，
圣灵就提醒我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了。然后我说哦，是时候了。然后结果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一个从天而降很大的盾牌，是那种石头的，那么厚啊，就是这么高，大概有我坐着这么高，然后很厚，一个弯形的这种方的盾牌，然后有一条很粗很宽的皮的那个带子，然后那个石头的盾牌前面还刻着十字架，有那种刻的凹刻。然后我就说神啊，这个盾牌太好笑了，你搞了个带子，可是没有人可以举起来的，这个简直就像一个大雕塑。他说我要你蹲在后面，它就可以保护你，它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盾牌，你就蹲在后面。然后在那个梦里我就知道他说的是这个男孩子，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要我蹲下来。然后我就醒了，里面你知道神来的话语就很有能力，当时就有对神的敬畏，加上我觉得那些年我的眼光有被神调整一些啦，然后我有跟他我有对他有很多改观，有被他很多感动，所以我那次就觉得那神是要我答应他了，对吧？很明显，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好，我们相处看看，我说的非常的谨慎，我说我们相处看看，然后他就很开心，我们就这样异地相处，我在美国中部，他在加州，对，我们就这样相处，异地恋，异地恋，对，异地恋。但是在那次中，我还是看到我的眼光还没有完全被神调整。我其实觉得是我头脑上开始知道一些东西，我头脑上也领受到这个异梦，好像神对我是跟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和信息。然后我头脑上开始感觉，他在神里面有很多美好，是我可能都没有的，是他品格上被神已经造就出来的东西。而且他是爱神的，也没有什么说他是不信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头脑上开始隐隐约约有感觉到这些，所以我可以接受他开始。但真的开始之后，两个人相处走近了，我里面还没有跟神对齐的部分就被很大的挑战。然后越走近，我发现我还是介意他没有像我那么对神火热啊，然后他对有些信息可能是接不上，我跟我这边的神学院的同学都可以，大家越聊越火热，越聊越火热，然后祷告半夜在，然后他那边他好像可能就他很爱我，但是他可能就听不太懂这些，然后里面那个沮丧，还有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在神里面真的理解神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让两个人在一起这个奥秘，也没有完全认识自己，其实我觉得，所以导致我其实当时跟他相处了半年以后，我是提了要分开。我跟神说，我不管你给我什么异梦，我觉得这是一个错的，这是一个错误，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所以就真的分开了。对，就很真实，一波三折。对，就真的分开了。然后我甚至当时都没有太多的难过，我是一个情感非常敏锐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很深的难过的人。可是当时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太多的难过，就是可见我那个时候对两性感情其实还是没有被神完全的翻转。这个在我身上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因为当我又过了2年，真的被神完全打开调整，跟他重新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我跟他分开，我会像生命被割掉一样。可是我第一次跟他我提分开的时候，我也有那种普通的难过，但是完全没有到那种爱的那么深刻了。对，真的我那个时候没有预备好，但神真的给我很大的宽容，一次次说没关系，就是因为你不是故意搞砸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他一次次给你机会，给你时间，然后他竟然一直都在。这个年代就是年轻人中间这样真的也蛮少见的。所以我们分开之后，长话短说，他就在那边发生的事情是他研究所毕业了要找工作，那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就继续在这边的学习和服侍。结果他其实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自己偷偷祷告，他说神，如果我和 Esther 还有未来，我希望你在 KC 给我预备一个工作。他的专业是可以在加州找到很好的工作的，但是很奇怪，那一年他在加州到处碰壁，比他不好的朋友，就是成绩各方面不如他的人都可以拿到 offer，他就什么都没有。
那他到了年底就来到这里参加我们国际早糕店的 One Thing 特会。他参加完之后就约了一家公司面试，结果那个公司当天就录取了他。他同时在他那边他就很确定神对他和我中间还有一个未来，他就很有信心。那我这边就是没有，我跟你分开了。那段时间你们有联系吗？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联系，我是觉得我们都分开了，就做朋友，你还喜欢我也怪怪的，我觉得我不能耽误你，所以我跟他说，可能我们暂时也不要做朋友了。对，我觉得就要不然，就是我觉得他走不出来。然后我当时都是做了一些好像很正确，但是又很无情的决定。然后，但是他来这些事情都会告诉我。One Thing他来我也有见他，但是我都会比较回避。然后甚至连做朋友的时候都不如嘛，因为毕竟发生过那些交往分手的事情。然后到了他来他也告诉我，我有帮他联系这边的弟兄团契啊，然后有帮他介绍他认识牧师啊什么的。但是别的联系就很少。然后这一年大概有1年半都是这样的状态。我自己也没有任何别的交往和感情，我就是在一个，我就是跟神好好面对我自己，对不对？我就是还继续在那种谈恋爱，对，在那种独生姊妹很常见的状态。然后我也有朋友团契，我家人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也被神很超自然的带到这边来服侍，所以我的生活确实也很忙碌。然后甚至我也没有很着急对婚姻的事情，我一直是不着急结婚，甚至也不会为婚姻特别去祷告，就确实一直没有。然后有人偶尔会说，哎，他是不是你看神都把他带来，是不是你们两个？我就会说，我很坚决的会说，没有，我没有这方面的领受，对不对？他来可能神是希望他在这个呼召里有份，对不对？但是可能不是我们两个，我都属灵啊，我都很坚决，我都很坚决。结果到了转年，他已经来了1年多了，到一个春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